额娘，你干什么？你快起来啊！你做了皇上的嫔妃，父母从来没有沾过你的光，反而谨言慎行，生怕被人扣上了不端的帽子。你不肯为你阿玛奔走，额娘不怪你，可是你要救救你弟弟啊！额娘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阿玛知道你来吗？果然不知道是吧？阿玛20年来兢兢业业，廉洁奉公，生怕行差踏错，所以为我起名书慎，中文且会，书慎其身。阿玛就是要我牢记“慎行”这2个字。弟弟犯了国法，理应受到惩罚。如果我去求皇上的话，就是公然犯了国法，徇了私情。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弟弟掉脑袋呀！若刑部这样判的话，我就去送他最后一程，也算尽了姐弟之情。你真是孝顺的女儿。你们父女俩都这么公而忘私吗？好，你当你的好人，等你弟弟上了断头台，你就永远没有你这个额娘了。娘娘，您真的不管吗？您真的不去求求皇上吗？不，我不能去。如果我那样做的话，不光对不起皇上，还对不起阿玛多年对我的教导。我不能明知弟弟错了，还要帮他逃脱惩罚。娘娘，您头疼身痛，一定是外受风寒，导致了肺经郁热。不碍事的，待会儿臣开一剂清解凝嗽饮，以生姜和梨为药引，好好调理半月，凤体便会痊愈。张元判心灵身手，本宫自然放心。不然的话，也不会把于贵人交给你。对了，说起于贵人，她近来身体可好？本宫面前有话直言无妨。皇后娘娘，于贵人常有眩晕之症，臣费心思为她调理，可惜收效甚微。究其根本，于贵人心事太重，情志失调。情志失调？本宫从未听闻有如此病症。人有七情，即喜怒忧思悲惊恐，这情绪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的身体状况，故才有修身养性一说。于贵人忧思过度，心神受损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影响到腹中龙胎呀！居然有这么严重？事已至此，只希望于贵人能够早日解开心结，好好的调养好身体。请张元判多多费心了。请娘娘放心，臣一定竭尽全力。儿卿在，送张元判出去吧。是。微臣谢娘娘。请。明玉，替本宫更衣。娘娘，您自己都病着，还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看于贵人。娘娘，娘娘，万万不可！您刚受了风寒，不能再招风了。不如这样，让明玉替您走一趟，等您病好了再去看于贵人也不迟。明玉，库房还有今年送的宫参，送去永和宫，告诉于贵人，让她好好养胎。本宫很快会去看她。是。娘娘，去永和宫跑一趟，和于贵人说，皇后娘娘一直惦记着她，让她安心养胎，
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快去快回，不要耽搁。主子，纯妃娘娘来了。纯妃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法者，非一人之法。若犯法废令，不尽社稷，是为臣而弃君，君下而犯上。臣弃君，则主不能固危。姐姐的家书为何要写这段话？没什么。玉壶，你可知道这段话是从何而来？楚庄王曾立下法令，所有人经过茅门都要下车。太子触犯法令，执法官当场斩杀马夫。太子向楚庄王哭诉，庄王告诉他，法律并非一个人的法律，如遇违法之徒，不加阻止，将会上行下效，法令迟废。长此以往，臣子蔑视法律，抛弃君主，以下犯上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国将不国。久闻那尔部大人家教严谨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看来，姐姐是下定决心，不再为令弟求情了。阿玛从小就教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我身为皇上亲近的妃嫔，更不可以因一己之私向皇上求情。说得义正言辞，心中真的忍吗？就算是舍得，又怎会泪洒信纸，连自己都模糊了呢？皇上现如今正在怒威之中，就算你去求情，也未必管用。若是皇后娘娘前去，那就大不一样了。你让我去求皇后娘娘？你一个人去，有因私废公之嫌，难免惹人口舌。若是皇后娘娘前去，不但可以替你救下令弟，还能为你留下贤名。你以为我是因为担心害怕名声受辱，所以才会拒绝求情？纯妃，你未免太看轻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谁也不求。皇上杀恶善，就是为了立威，叫朝臣们心生警惕。若赦免了长寿，等于告诉大家公然行贿无罪，必将引起百姓怨恨，朝臣非议。我绝不会这么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姐姐迂阔，入宫多年，竟还如此天真。为了克己奉公，宁愿舍弃至亲的性命，你以为这样做，皇上会体谅吗？如今随波逐流容易，独善其身却难。只因为克己奉公会变成笑话，不徇私情，受千夫所指。纯妃，我不会求皇上，也不会去求皇后，因为我做人做事，不求通达显贵，只求无愧于心。我要写家书了，纯妃若是无事，就请回去吧。但愿姐姐不会后悔。
娘娘，您为何不听纯妃的话？嫁入王府之前，阿玛告诉我，不论何等境地，一定要坚持本心。纯妃一直劝我去求皇后，若我真的去了，等于投入皇后阵营。我不愿意参与那些肮脏的勾心斗角，更不愿随波逐流，失落本心。你听懂了吗？于贵人，于贵人，你干什么？于贵人，于贵人，于贵人，给我抓住他！别跑，抓住他！开门！开门！尔晴，在。宜嫔走了多久了？娘娘，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时间过得好快。如果本宫没有记错，今天应该是她的7七之日。开门！于贵人，于贵人，快醒醒！开门呐！继续抓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快点！快！怎么回事？有王宫走水了！快，集合所有人，立刻救火！走。永和宫走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永和宫走水了！永和宫走水了！快来人呐！给我抓住！救救于贵人！来人呐！快堵住他的嘴！快来人！堵住他的嘴！有人来了，娘娘。魏璎珞要谋害于贵人，就地格杀！快！拜见贵妃娘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本宫今日经过永和宫，本想顺路看看于贵人，
怎知正巧遇见了魏璎珞等谋害于贵人，当然要将他拿下。先救于贵人，快先救于贵人！立刻去请太医。于贵人，于贵人，贵人，快呀！贵人，于贵人，你怎么了？先把人扶外面去休息。休息。魏璎珞，你立刻给我把事情解释清楚。我是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探望于贵人，结果我发现那个太监他要勒死贵人，我将他打晕，想要逃出殿外去求救，结果就看到了高贵妃。贵妃一看到我，立刻要杀了我。我是迫于无奈，必须要躲回殿内，用烟引来众人自救。你浑身血迹，形色仓皇，我命人来捉你，又有哪些奇怪？倒是你，藏于殿内，宁死也不肯开门，行迹非常可疑。本宫当然有理由怀疑你要谋害于贵人，才命众人闯入，叫醒那个太监，便知幕后主使。来人，有谁把太监泼醒？说，是谁指使你杀人？说，是皇后娘娘指使我杀人的。本宫何时成了杀人主使，竟茫然不知？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若非本宫记得今日是宜嫔的忌日，担心于贵人会思虑过重，亲自过来探望，还不知道永和宫居然会这样热闹。皇后，您刚才听见了吧？这小太监亲口说，是您派他来杀害于贵人。把头抬起来。本宫何时指使你杀于贵人？皇后娘娘，不是奴才想说，是事情败露，奴才不得不说。你失去了嫡子，极恨于贵人怀上龙胎，便以内务府安排人手为由，将奴才安插在永和宫，让奴才除掉于贵人。今日是宜嫔的77之日，宫中不准祭奠。于贵人只好支开众人，奴才方才寻到机会。你简直是胆大妄为！娘娘，身体要紧。皇后娘娘，是非黑白，自有定论。是谁让你污蔑皇后？你要知道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呀！说，不说就砍断你的腿！皇后娘娘，您不将奴才杀人，奴才怎么敢有这个胆子？事已至此，如果皇后娘娘您不仁，那奴才只有一死，也全了对娘娘的一片忠心。他齿间藏毒，已自尽身亡了。大家都听见他刚才说的话了。皇后娘娘竟然为了一己之力，又谋杀于贵人和他腹中的龙嗣，真是太令人震惊了。若皇后娘娘要杀于贵人，又怎会让奴才前来探望？没准儿，皇后担心她一个人不行呢。贵妃是说，奴才是来监视杀人的吗？
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这个太监身上大小伤口共有3处，颈项有一道拆肩留下的血痕，头部被花瓶砸得鲜血淋漓，额头那道青紫是我用力撞向地面所致。皇后娘娘既要杀人，又怎会派我前来阻挠？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也许皇后是派你来杀他灭口呢。若我要杀人灭口，又为何两手空空呢？不说没有匕首，就是连个棍子也没有。难道是皇后娘娘让我就地取材，用于贵人的花瓶来杀人吗？我来探望于贵人，特意带来了人参。敢问贵妃，您带来了什么？贵妃娘娘带来了一群太监，凶神恶煞，不像是来看我，倒像是寻仇。你竟然敢怀疑本宫！以下犯上，给我张嘴！以下犯上是重罪，奴才自然不敢犯。但是同理，贵妃娘娘又怎能因一个杀人凶手的话，就随便怀疑皇后娘娘呢？难道是贵妃自恃身份贵重，才会肆无忌惮、信口开河？你一个狗奴才！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本宫这样说话？本宫认为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。贵妃娘娘，奴才也想问你一句：你今日为何带了这么多人来永和宫？迟兰，贵妃娘娘本要去看布库，有心带小太监们去试炼一番。路过永和宫的时候，突然想来探望于贵人，谁知一进院子就瞧见魏璎珞神色张皇。这么说来，娘娘不过是一时误会，看差了。一时看差，就能随便污蔑好人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难道让我们娘娘给你道歉不成？贵妃娘娘的道歉，奴才自然受不起。皇后娘娘倒是受之无愧。你都给我住口！高贵妃，你说呢？臣妾今日听信了一个太监的谗言，误会了皇后娘娘，都是臣妾的一时莽撞。皇后娘娘宽宏大量，请原谅臣妾。你不只是污蔑了本宫，你还差一点误杀了魏璎珞。好好回你的储秀宫，反思记过吧。走。都是奴才不好，清早贵人起来就神色不对，还说嘴里发苦，吩咐奴才去御茶膳房讨一碗红枣莲藕汤，奴才居然就信了。都是奴才蠢，差点害了贵人。好了，贵人有心想遣你走，理由多的是，你赶紧把眼泪擦了，不要耽误太医问诊。请皇后娘娘放心，贵人吉人天相，只是一时昏迷，并无大碍。贵人，贵人你醒了。贵人，于贵人。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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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贵人受惊过度，臣只能开一些安神的药，让他好好歇息。好。求求你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
少爷，这药对外伤非常有用，早晚各擦一次。少爷为何躲避啊？男子不可直视女子身体，你自己擦药吧。多谢少爷。好疼啊！好了，少爷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。我有话要问你。你问吧。今日你为何要点燃幔帐？你可知一个不小心，可能会烧死在殿内。我知道非常危险，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这个是唯一能够引来众人的办法。少爷试想，如果我大声呼救，说高贵妃要杀人，谁还敢闯进永和宫啊？那些人，他们都怕遇上这样的事，就会装作听不到。但是宫中走水，可就不一样了，所有人都会进来救火。如此一来，我和于贵人就有可能得救。若大家还没赶到，贵妃先冲入了大殿呢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如果老天真让我死，我也只好认命。你若真的是认命，就不会这么胆大包天，竟敢当面质问贵妃。我若不是皇后娘娘在场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我不过就是仗着主子狐假虎威罢了。我第一次听见少爷笑，这样也不妥啊。不妥。难道你额娘没有教过你，什么才是大家闺秀礼仪吗？我不是大家闺秀，我也没有娘。抱歉，我一出生，娘就没了。人人都说我命硬，不过没关系，姐姐就和娘一样，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不知道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有什么好抱歉的？多谢少爷的药，璎珞敏感五内。皇后一定还有事要问我，我先告退了。少爷认识阿满吗？不认识。看少爷的模样，像是认识阿满。我说过了，我不认识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阿满，她是我的姐姐呢。奴才胆大妄为，差点给皇后娘娘惹下麻烦，请娘娘降罪。起来吧。是。今天若不是因为有你，这一盆污水，本宫算是洗不清了。
皇后娘娘，奴才猜测，那个杀人的小太监是贵妃主使的，否则他不会来的那么凑巧，第一个就到现场。待于贵人一死，他们就会说于贵人是上吊自尽，将一切抹平。高贵妃不但杀人，还要亲眼看到于贵人死，可见她在宫中是多么的猖狂，肆无忌惮已经到了极点。只是她万万没想到你会先她一步阻止她的计划，她只得顺水推舟，把脏水扣到本宫头上。娘娘，咱们不如把这一切禀报皇上，由皇上来处置。杀人的太监已死，证人没了，空口白牙，死无对证。更何况，此事于贵人也犯了大错。您是指于贵人祭祀宜嫔的事儿？于贵人和宜嫔生来要好，情同姐妹。宜嫔因她而亡，她心中定感不安。正逢宜嫔七夕之日，她遣走身边众人，独自一人留在殿内，为的就是祭奠故人。但是在宫中，只有紫禁城的主子才可享祭奠之礼。于贵人这样做，轻者说是犯了宫中规矩，说重了是公然诅咒皇上和太后。高贵妃就是笃定了这一点，才敢有恃无恐。所以，为了保住于贵人，此事不可闹大。皇后娘娘心善，令人感动。本宫也不只是为了于贵人，更是为了她肚中的孩子。本宫真的不希望孩子一出世，面对的都是冷眼、谩骂和歧视。只是璎珞，此次高贵妃失败，以她跋扈的个性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本宫只是担心，她将来定会为难你。皇后娘娘，就算是没有这件事，贵妃一样不会放过我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！没用的废物，连点事情都办不好。本宫怎么嘱咐你们的，你们是怎么办的事？一个小小的宫女都压不住，差点把事情闹大。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，还不如去喂条狗。贵妃娘娘，嘉嫔娘娘，快帮奴才求求情吧！快起来吧。贵妃娘娘，刚才的事情嫔妾已经听说了，您先不要动怒。不动怒？皇后手伸得太长，好不容易才把小路子安插进永和宫，知道于贵人每逢宜嫔做妻都要偷偷祭奠。本宫当初就说，不如直接戳穿他。是你说要斩草除根，才让小路子寻机动手。娘娘，这嫔妾也没猜到啊！那个小路子如此无能，连个宫女都压制不住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掀了他的盖子，让于贵人无法翻身。现在可好，不上不下，让人心里窝火。娘娘，您先别气恼，我们也不是全无收获。听说如今于贵人被吓得3魂没了7魄，那孩子能否平安出生还是个大问题呢。现在皇后那边安排太医轮番医治，整个永和宫啊都乱成一团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本宫实在是心气难平。什么东西？贵妃娘娘，这是八狗，
小高大人特意送入宫中，给您解闷逗趣的。他还记得这个妹妹呀？哎呀，贵妃娘娘说笑了，这小高大人呀，可是成天惦记着娘娘。这只八狗就是他亲自训练的，您瞧。算他有心。这八狗一团血似的，就叫雪球吧，着专人喂养，不许苛待。奴才哪儿敢呀！保证给娘娘喂的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唉，我们贵妃娘娘的福气可真是了不起。高大人如今是总管内务府大臣，江南河道总督，小高大人又步步高升，皇上接连赏赐，可谓是圣眷正隆。有娘娘这份福气，这份贵气，还有谁敢和娘娘争锋啊？娘娘，您更不必为些小人着恼了。但是，皇上刚刚把张廷玉、鄂尔泰申斥一通，却又重用高家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嫔妾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不过依嫔妾猜想啊，皇上这么做是怀了安抚之心，叫他们安心办事，为国尽忠。毕竟两位高大人是朝廷栋梁。那也是本宫父兄得力，皇上才会格外的重用。你猜猜，我刚才去干了什么？你不是去处理杀人太监的尸体了吗？对呀，剥了那混账的皮，把他丢到乱葬岗。可是我没想到啊，那家伙全身上下伤痕累累，尤其是他的脖子和他的头，2处伤口血洞似的。一个小宫女，怎么会有这样狠的心，下这么毒的手啊？有人要杀你，还要留手吗？也对，不过下手也太干脆利落了。这杀伐果断的狠劲儿，倒像是个男的，不像是个女的。少爷认识阿满吗？阿满，她是我的姐姐呢。喂，傅恒，你看，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那是高贵妃的爱犬。哼，我只见过人遛狗，没见过狗遛人，真是西洋景啊！贵妃的狗自然比奴才尊贵，又怎么会让奴才走到她前面呢？这就是宫里的规矩。贵妃真是受宠，她的一条狗都比人珍贵。喂，你说，皇上为什么会先骂鄂尔泰一通，然后却又提拔了鄂尔泰的党羽高斌呢？分而化之。啊？打压鄂尔泰，抬举高斌，分化他们2个人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高斌受到了圣上的恩宠，一定会自我膨胀，而鄂尔泰一定会十分忌惮。一个党派，又怎么能容下2个首脑呢？2个人迟早会翻脸的。这就是帝王的制衡之道。你说你呀，一个女孩家，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吧？当时那种情况，我想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呀，说你什么好呢？嬷嬷，我今天见过傅恒了，他说从不认识我姐姐。你还在调查此事？依照姐姐的个性，若是捡了贵重玉佩，必定会交还失主。可她却留下了玉佩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情人，2是仇人。姐姐自有爱人，纵然被无情抛弃，
可姐姐是不会轻易变心的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：傅恒侮辱了姐姐。紫荆为红墙，青为锁曲梁。断垣突夕阳，一折旧梦凉。枯叶掩疏窗，谁念秋风凉？怎知流光是年华。独身期盼重门深锁，羞得雨色又如何？花待看着别问因果，莫等空枝随风落。盼与他共剪烛，西窗下。